谢谢主席，马上有请被提名人。我们请被提名人张女士答询。被提名早。12月10号，今天是国际人权日。我们的宪法法庭、我们的司法院、我们的大法官，在整个宪法解释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不外乎2个部分，一个是权力分立的原则，一个是基本人权的保障。我相信被提名人作为宪法的学者，应该会有非常深的认识跟体认。在世界人权日的今天，我想要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您认为现行的集会游行法有没有侵害基本人权，有没有违宪？谢谢委员的提问。因为我是司法职位的提名，所以基于宪法解释，那只要是宪法解释及宪法裁判，那都有拘束全国各机关及人民的效力。我将在这个基础上回答委员的问题。至于其他立法政策的问题，我想那个就会是由立法院来做进一步的考量。所以如果我现在在处理的，并不是立法政策的问题，我现在在请教的是有关于基本人权保障的问题。所以我具体的请教您您认为现行的集会游行法有没有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有没有违宪？谢谢委员的提问。那现行的集会游行法在它的条文的部分，就关于偶发性跟紧急性的集会游行，那它的允许的各种情况没有明定在集会游行法里头。那这个已经经过大法官解释，宣告是违宪的。那只是就这个违宪的部分，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除了这个部分以外，事实上大法官在2个这个集会游行相关的解释当中，其实都具体的对这个集会游行法的各项要件是不是能够更加以明确化，那做了宪法上的要求。就这个部分，我们一直还没有机会。所以按照目前的集会游行法，你认为有没有侵害基本人权？报告委员，还有一个也是这个，除了刚刚2个大法官解释之外，那立法院在98年已经国内法化《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这个公约在多次的宪法解释被大法官所引用。那在这个公约里头提到和平集会的权利必须要加以确保。那而且这个立法院所通过的公约的施行法也要求大院必须要检讨相关的法令。好几次这个公约的国际审查都提到我们的集会游行法确实有需要再进一步的加以检讨的必要。那基于司法被提名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请委员容许我就回答到这个部分，谢谢。其实被提名人，我刚刚给你充分的时间希望你表达你在各项法律上面你做的人权，你作为权力分立的选择，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对您相当的尊重。我给你很长的时间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感谢委员。你记不记得你曾经主张过集会游行法违宪？委员，我在有一篇文章当中非常清楚的提到，不是一篇文章。你还记不记得你曾主张集会游行法违宪，必须要修改？请委员提醒。不过我刚刚已经讲过好几个宪法解释。第一个2008年的时候，你曾经参与联署，这个是在你刚刚所讲的2009年 ICCPR 之前的事情在那个之前，你已经主张过现行的集邮法是违宪的，有侵害基本人权必须要加以修改。我希望这样的宪法价值你能够放在心里面。但令人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令人遗憾的事情是，过去主张集会游行法违宪，我们目前的民进党政府，从2016年到现在，整整8年的时间，尽管在野党提出了集会游行法必须要修正的法案，但是在立法院里面不断的受到了阻碍，受到了杯葛，导致这个有违宪之余的集会游行法，当初2008年这么多的学者站出来联署，站出来呼吁，
包括您在内啊，2008年到现在啊，已经2024年了，我们违宪的集会游行法在立法院里面啊，竟然还没有办法得到啊进一步的修正呢，被提名的人会不会觉得遗憾？谢谢委员的提醒，这确实是我所参与的联署。我也相当记得当时在广场静坐的台大学生，那甚至还有日本的学者跟着我一起到现场去探望我们的学生。您还记得非常的好啊，但我觉得啦，有很多人都已经忘了。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当初参与这一场集会游行，非常多的人呐，现在已经成为政治工作者啊，甚至有当选总统的，有当选立法委员呐。即便如此，到了2024年的今天呢，我们还是在用同一部违宪的集会游行法。第二个问题，我们在9月23号的时候啊，提出了问卷。那请问你为什么不回复？感谢委员的问题。这个当时确实这个民众党的党团提出的问卷的这个相关的条文，在宪法法庭并没有宣告停止适用。那本来按照这个条文，我们确实应该是要回复民众党党团的问卷。为什么没有回复？但是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那其实考虑到您也知道宪法法庭那在做程序的裁定跟实体的决定的时候，它相关可能会宣告违宪的条文可能不一样，它并不受前面的这个主张裁定的拘束。我们先建立一个基本原则啊，法律在被宪法法庭宣告违宪以前，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是吗？是。需不需要遵守？是应该要遵守。你为什么没有遵守？就像刚刚跟委员，是因为你们有特权吗？并没有，我们不应该。如果你们没有特权，法律没有被宣告违宪以前应该遵守，请问你们为什么不回复？再次跟委员说明，因为当时宪法法庭这个暂时停止适用的是裁定，宪法法庭的实体的裁判还没有做成，而你也知道，所以呢，任何的人民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在宪法法庭的裁判没有做出来以前，可以不遵守吗？委员也跟您报告，所以我们当时在回复这个大院的这个新闻稿当中，有特别提到几个关节点。那一个除了是程序的条文之外，还有就是立法院的这个议程。那所以我们也我们先停一下哦，来看一下，我们请你们回复问卷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依照了29条之一嘛，第2项。我们一样啊，把事情理清楚。第一个，法律在没有被宣告违宪以前，是合法有效的法律，任何的公民都有遵守的义务，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建立的前提了嘛？但是，在这个条文里面有规范说，要等到立法院确定了审查日程以后，你们才有回复的义务吗？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为什么竟然？我们请你们依法回复的问卷可以不交，说要等到确定议程了以后，你们才愿意回复，增加法律所没有的要件，是只有所有的大法官被提名人有这样超越法律的权利，还是一般的人民也有？当然没有，委员。这是一个基本态度的问题啦。今天，如果当一群法律人被提名为大法官，在还没当上大法官之前，他们就自认为他们在法律之上，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他们可以增加法律所没有的要件，自我的选择，他要不要回，什么时候要回，这个是一个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吗？委员因为在这个党团的问卷里头有关于拒绝及罚锾的问题，那拒绝跟罚锾确实后来你第一次总共收到几个？你第一次总共收到几个问题？我们第一次的问卷吗？在这个问卷的后面有提到，我们对我请问你总共收到几个问题？罚锾的相关的。对，我请问你总共收到几个问题？那我们收到12个问题。总共收到12个问题嘛？请问你回答了几个问题？那因为在那个拒绝跟罚锾的那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尊重。那你就留空白嘛。前面的问题跟后面你所讲的有关系吗？12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你认为不适合回答，那你不适合回答，你就留空白嘛。它会构成你不用回答前面11个问题的法律事由吗？
委员事实上有的，好，那因为民众党的党团的问卷，你说你有回答问题，提到那个东西在哪里？我们根本没有收到啊。我刚刚是说有相关的问题。第二次，因为第二次发给你们的问卷什么时候交回来的？我们10天内就依法定的期限，是什么时候交回来的？因为我们被提名，你们是昨天交回来的嘛？直接回答问题，面对问题有这么困难吗？没有困难，昨天才交回来的嘛？这样子的10日内的最后期限。不好意思哦，这样子的审查程序，到要行使同意权的前一天才把问卷交回来。你应该对美国宪法跟联邦最高法院非常熟悉嘛？是。他们的程序是这样进行的吗？报告委员，你觉得啦？在国会审查的前一天，我们早就发出去的问卷才寄回来。考验大家的阅读能力跟阅读时间没有关系啊，我全部看完了。所以我进一步请教，我们请教你针对有关于死刑存废，这个是在基本人权的保障上，在我国宪法的解释上，引发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议题。结果你所回来的答案是，因为你被提名了，所以你不宜表示意见。这个是你可以不宜表示意见的项目吗？全体的国民没有权利知道你在这个重大的基本人权保障的议题上面的想法吗？委员，全体人民跟大院都有权利知道我在这个议题的想法。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议题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要尊重宪法法庭的裁判。没有错。除了这个以外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能表示任何的意见。你不能表示任何意见嘛？宪法法庭已经所有的被提名人里面，不好意思哦，我问，然后我请你回答。如果你觉得我的问题不合理，那你可以直接讲。所以我觉得你的提问不合理，我拒绝回答，这我也尊重你。你放心，我不会过去用暴力的手段阻碍你回答任何问题，请你放心。好，在这里此时此刻的程序，您真的不用担心。会有人用暴力的手段不让这个会议进行，也不会有人用暴力的手段不让你回答任何问题。如果人民有权利知道，但是你所交回来的问卷是你不宜表示意见，我具体的问了，在所有的被提名人当中，您知道有几个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吗？委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行使职权，是没有错。所以我请教你，有几个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不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可以跟你讲，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其他的被提名人写多写少是一回事，但最起码他们展现了什么？他们展现了勇气，他们展现了面对问题的勇气。死刑的存废在台湾的社会有高度的争议，现在的公民社会对于所谓的113年宪判之8号判决，有非常强烈的不满跟批评。所有的被提名人都知道，但让我感动的是什么？让我感动的是，有被提名人明明知道这一件事情，明明知道他所持的见解，未必在目前台湾的公民社会是受多数人所支持的见解，他还是勇敢的面对了这个问题，针对我们的每一个提问，具体的回答。我未必赞成那些被提名人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面所抱持的宪法立场跟宪法解释，但是我可以跟您说明的是什么？我佩服人家的勇气，不回避困难的问题，不回避重要的人权保障的议题，也不回避当人权保障的议题跟社会上面多数主流的民意产生高度冲突的时候，有勇气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选出来的大法官，不就是应该要有这样子的道德勇气，有勇气面对困难的人权议题，有勇气向社会清楚地表达我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不是我们在选择大法官应该有的标准吗？您今天采取这样子回避问题的态度我必须要跟被提名人说，让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非常非常的失望。您如果认为一旦被提名，这些问题都不适合回答的话，那显然啊，其他回答这些问题的被提名人，他们都做了不适当的事情。进一步啊，具体的请教，在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啊，他说要最严重的犯罪类型，这个是 ICCPR 第6条来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加了要个案犯罪情节最严重。另外一个，他说啊，必须要各省级，不是只有第一审哦。美国各州有死刑的制度的各州，绝大多数都是陪审团第一审的一致决。被提名人，你知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要求各个省级都必须要求一致决的？委员在这件事情上，有哪一个国家是采行这样的立法例？因为目前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非常多，在普通法系在还有死刑的国家当中，委员有哪一个国家是采行这样的立法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您被提名为司法院院长，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啊！有哪一个国家采行这样的立法例？目前没有国家采行这样的立法，没有采行这样的立法例嘛？对于我国的宪法法庭，透过宪法的解释，他们事实上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已经在扮演立法者的角色了。透过宪法法庭在扮演立法者的角色。我接下来问题也很具体，您认为，在死刑判决的时候，要不要求各个省级要一致决的这一件事情，这应该是立法者的政策决定，还是宪法法庭法官的决定？委员，就像我刚刚在这个报告致辞的时候提到，那到底是要维护宪法，还是尊重多数，是一个对宪法法庭很重大的挑战。被提名人，那容我先很快的说，因为大法官这一次的不好意思，宪法判决，我把问题把它理得更清楚一点。多数人的意见，宪法法庭维护人权，这个是一个问题的模组，但我在问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模组。我在问的是什么模组？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司法权在当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当中，它什么时候应该积极，什么时候应该消极，什么时候应该迈入立法者他们立法形成的空间，这个是在宪法的解释上、宪法的政策上，容我这样讲啊 ，A、B、C 的问题，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本院的委员，还有整个台湾的公民社会，有权利知道每一位被提名人对司法权在特定的脉络下面，他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权利知道。所以我才请教你这个问题。我的问题非常的具体，在这个问题脉络的时候，是应该大法官扮演了什么？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巨细靡遗的告诉你。每一个省级都要一致决，还是这件事情应该交由立法者来加以决断？委员，我刚刚在致辞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好，事实上就这件事情，我在许多的法学文章都有表示我的立场。我认为我们应该要采取程序跟制度取向的对话法院。那这也是目前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换句话说，制定相关的程序、制度跟要求，然后请这个立法院在适当的时间内加以修法立法。这个是目前在全球宪政底下对话式的在宪法法庭已经宣告死刑各省级一定要一致决。请问立法院还剩下什么立法形成的空间？只有一个选择啊，就是要求一定要一致决，否则违宪。刚刚您所讲的要对话、要沟通，我们什么时候看到的？我们的宪法法庭在这里留有任何对话、讨论的空间？没有啊！当我决定这是宪法价值的时候，立法者只有一件事情，依照宪法法庭这几位大法官他们自己所形成的价值来修改法律。除了一致决以外，有其他修法的空间吗？来请教被提名人。
在这个问题上，大法官因为他当时系争的法律是法院组织法，而不是国民法官法，所以大法官已经对国民法官法的部分。我了解，他留下了很大的。现在国民法官的制度只有在第一审适用嘛？问题的焦点是什么？我们大法官创设了独步全球的制度啊，连上级审都要求一致决啊，这是一个大法官应该做的事吗？这会攸关什么？接下来。好，谢谢黄委员。